朋友们，在当下的时空节点呢，绝大部分人都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机器人。是时候好好审视一下自己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事物表象之下的本质和运行规律呢？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是不是正在让自己离智慧越来越远呢？其实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不够专注，因为我们的注意力平时都是被动的，在被别的事物所吸引和调动。注意力的焦点大部分时间不在我们的掌管中。一旦当我们的注意力开始变得有意识了，开始变得主动了，它才有可能会具有一种更高级的功能，那就是可以让你感知到在一个更高层面上发生的事。这些就是更加接近规律、接近真相的真实发生。因为在更高层面上的能量振动有着不同的波长。如果你的注意力不够主动、不够有意识，那你是完全感知不到的。如果我们的反应发生在较低的层面，那我们接收到的东西也一定是低层次的。如果我们的注意力不够主动和有意识，那么我们往往就会被很多低层次的内容和振动的波长所吸引，进而做出反应，然后你就朝那儿去了。你看到的就都是那个层次的东西。接下来我们来看3种专注力已经出现严重问题的人，对照你自己是属于其中的哪一种。第一种人，他们永远都提不起精神，整天都感觉很无聊，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总是感到很迷茫，昏昏沉沉的，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不知道该做什么好，感觉没有什么事能吸引自己。这是第一种人。那么第二种人呢？和前面的情况正相反，他们总是处在一种过度的刺激和亢奋的状态里，他们的注意力总是处在一种被外界的内容所攫取和支配的状态之下。其中有些人是被自己的欲望牵引、刺激、折磨着，他们每天要么活在满足这些欲望的想法和画面里，要么就陷入到欲望无法满足的痛苦里。还有些人呢，总是会让自己处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一有事呢就会特别的紧张、焦虑甚至恐惧。比如马上要上台演讲、考试、约会、谈判、面试等等，都会紧张到脑袋一片空白，害怕到浑身发抖。生活中一有事情发生，最近就肯定会焦虑到失眠。另外还有些人呢，则是整天沉浸在例如打游戏、看电影、电视剧、刷视频、看网络小说等等这些内容里。以上这些人呢，都属于专注力出现严重问题的第二种人。其中有意思的是，他们认为自己的专注力没问题，因为自己打游戏、刷电视剧可以连续几个小时都不觉得累，都不带走神的。这难道不是说明自己专注力很好才对吗？我们需要先搞清楚一点，连续刷几个小时手机，打几个小时游戏，这到底叫不叫专注力呢？我可以肯定地回答你，这不仅不叫你有专注力，而且恰恰说明你的专注力出现了大问题。我们要知道，所谓的沉浸式、感情跌宕起伏的玩游戏、刷剧、看小说，其实这些都是你的注意力呢，在被动的状态下被外界的一些内容牵着走，也就是你已经把你的注意力全部交出去了。你哪里还有什么注意力呢？你只是在无意识地跟着一些早已经设计好的内容呢，在做机械化的反应而已。你所感受的，你持续不停忘记时间、忘记现实世界的行为，其实正是这些内容被设定的目的所在。这叫做定向反应，是一种完全被动的无意识反应。而专注力则是主动的，在有意识的状态下做出的对自己注意力的投放和掌管。这两者怎么可能一样呢？所以记住，你打游戏、刷剧再厉害，就算可以连续3天3夜，那也不叫本事。
只能说明你完全没能力掌管你的注意力的焦点。你其实就和一只冲着前面的胡萝卜奔走的大象一样，真正掌管你注意力的其实是骑在你身上吊着胡萝卜的那个。好，那么除了以上的2种专注力有问题的人，还剩下一种人呢？很简单，这一类人呢，两边都占，忽冷忽热，一会儿在无聊提不起兴趣这边，一会儿又在过度刺激亢奋，注意力被外界攫取和支配这边，就像个钟摆一样。这就是第3种人。好，那为什么我会说以上这3种人都是专注力出现了问题呢？或者说是专注力太弱呢？我们都知道，专注力简单的来说，其实就是掌管自己注意力焦点的能力。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不缺注意力，注意力一直都在我们的内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不缺注意力，缺的其实是你掌管它在哪里的能力。定力不够，注意力随时都会被外界带走，你立刻就掉线了。你做不到长期的把你的注意力安放在某一处，那么你就无法感受和观察真相，你也无法体验真实的生命，你更无法有效地去完成你想要做的事。那么你不就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机器人了吗？所以说，修行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你一定要在意识到这一切以后，在悟到了真相是什么，悟到了自己一直都活在什么样的虚妄之中以后，每天都在世上练，提起觉知，提升你的定力和专注力，持之以恒地去把实修当成自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样，你才能从一个活在习气和业力纠缠中的命运已经注定的机器人，成为一个意识觉醒、主动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接下来呢，我就分享给大家一个训练专注力的禅修练习，它的名字叫做正念品尝。你可以跟随着接下来的内容呢，一起进入到这个练习。首先，在开始做这个练习的时候，确保你正在一个人位于一个安静不被打扰的空间内。你需要几个草莓，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替换成比如巧克力、果冻、干果等其他的食物。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就可以来进入到这个练习了。首先，请你拿起一个草莓或者你所选择的食物，然后呢，将它放在你的手掌上，或者用你的手指轻轻地捏住。请将你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它的上面，认真地观察和审视它，就好像你从来都没有见到过这种东西一样。观察它的颜色、形状和纹路，审视它每一个光亮的部位、阴暗的凹陷，还有它的突出和皱褶，感受它在你手里的重量。请留意到你对它升起的任何的定义和评判。如果你留意到自己升起了念头和评判，那么只是对他们保持觉察就好，不要去评判你的评判。请随后温和地把注意力再次收回来。接下来将这个草莓放在你的鼻子下面，闭上眼睛，认真地闻一闻，看看你每次吸气时会有怎样的发现，它是否有某种气味。如果有，请让这种气味充满你的意识。如果你发现它并没有什么气味，或者气味很淡，没有关系，请同样对此保持留意。好，现在请慢慢地将草莓放到你的嘴里，同时也请你注意到，你的手和胳膊是如何自然地完成这个动作的。现在请你轻轻地闭上眼睛，全然地去感受你的舌头是如何接纳这个草莓的。先不要咀嚼它，仅仅是感受它在你的舌头上所引发的感觉，用你的舌头缓缓地感知它。好，现在你可以有意识地咬上一小口，感受草莓和你口腔内发生的变化。请注意体会它所释放的任何的味道，还有当你的牙齿咬入草莓时，它内部的状况是软的还是坚硬的，
是光滑的还是粗糙的？好，现在你可以慢慢的、完全的去咀嚼它，让它逐渐的在你的嘴里化开。但是暂时先不要着急吞咽，请注意在你口腔内发生的变化，留意到你唾液的分泌程度，以及注意到在你咀嚼时口腔中所发出的声音。接下来，当你觉察到在自己的脑海中已经出现了第一个想要咽下去的念头时，请对这个念头抱有觉知，全然的去体会你的这个想要咽下去的欲望。同时你要注意到，你的舌头正在为了吞咽这个动作做了哪些准备和反应。当你留意到了这一切以后，请你有意识地允许自己轻轻地把它咽下去，然后有意识地感受融化的草莓慢慢地落入到你胃部的过程。好，现在体会在你吞咽完成后你舌头的动作。当你完成了咀嚼和吞咽的过程以后，请再用一点时间来感受吃完这个草莓后你自己的感觉，比如在你的口腔中是否还留有草莓的余味？没有了草莓以后，口腔的感受是怎样的？以及此刻自己是否有想要自动拿起另外一个草莓的念头和欲望？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准备走出这个简单的练习了。慢慢地睁开眼睛，这个练习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在这里呢给大家留一个作业，那就是当你在刚做完这个练习的时候，请再多花一点点的时间，把你刚才在练习中所注意到的所有的细节，以及你在练习中的一切的体会呢都写下来。你可以记录在手机上，或者记录在一张纸上，当然也可以发在评论区和大家交流一下。内容呢可以使我感觉到那个味道非常的特别，仿佛以前自己从未体会过，也可以使我觉得这个草莓长得可真丑，并且在这样的品尝下，这个草莓好像并不是从前的味道了，亦或者是你有多么的享受这样的一种对食物的品尝方式等等，任何的体验和感受都可以。好，现在呢我想来问问大家，过去你曾经有多少次像品尝草莓这样去有意识地认真关注过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呢？你有没有注意到，仅仅是你通过集中自己所有的注意力，就已经让品尝食物的过程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呢？你现在可以回想一下，以前自己吃草莓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是不是你往往都是一边做着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一边把它往嘴里塞着吃？是不是这样呢？我相信，一旦你通过这个练习开始注意到，当你投入意识保持专注，就能够对生活中的小事产生重大的影响以后，你就会同样的意识到，当你的心不在当下，意识游离时所产生的严重的代价。你不妨想一想，每天在你身边所发生的，只是通过看、听、尝、闻、触等动作就可以让你感受到的快乐，其实都被你忽略掉了。事实上，你可能忽略掉了你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的内容，而它们就是你流失掉的生命。你若能在此处开悟，那么我相信，你就能体会到你真正能够生活的时间，其实只有一刻，那就是此刻当下。但是很遗憾，我们很多人不是生活在过去，就是生活在未来，而过去和未来都只是存在于我们头脑的虚妄世界里，它们都不是在现实世界中的真实的正在发生。最后，我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今天的这个练习呢，体会到如何让意识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以便让我们能看清生活本来的面目，能让我们时刻地保持正念，活在当下鲜活的生命中。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